所有员工堵在我办公室，纷纷拿手机录像。不给我们赔偿，我们就曝光你。我安抚他们说，今天是银行系统延误了，年终奖我给你们第一个发，带薪休假你们部门时间最长，哪一次我给你们部门福利晚发漏放过？那点福利是我们应得的，公司全靠我们部门运作，没有我们早破产了。拖欠工资300万，赔偿1分都不能少，否则我们罢工。他以为我还会以前那样退让，我冷笑一声，立马给我爸打去电话，爸，把你海外公司的技术部门全部给我调过来。臭小子，你终于愿意接受爸的帮助了。我看着窗外感叹，10年前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，我隐藏身份，在这家公司里拼尽全力，以为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开创属于自己的辉煌。可现在打完电话，我回到座位上，刘东把脚搭在我办公桌上，嗤笑一声，怎么找救兵啊？对啊，就是找救兵。他愣了一下，身后的员工也面面相觑，随即哄笑一团。我最清楚你什么德行，能找什么厉害人物。这次又框上了哪个大哥？他们只当我在开玩笑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我没有多言。行了，别嘴硬了，赶紧签字吧。他翻开赔偿协议最后一页，随即把笔扔在我的桌子上。我环视四周，目光从部门员工幸灾乐祸的脸上划过，最终落回到刘东那张虚伪的脸上。我给技术部门的福利最好，上司休3，每年2次出国旅游。不仅如此，已婚的员工免费分配学区房，如果不想要搬家，房子上有困难的，还可以把学区房折合房补覆盖房贷。刘东更不用说了，他提的要求我都尽可能满足。我将一个边缘部门带成公司的核心支柱，却没想到他们为了利益来威胁我。刘东把协议书又推到我手边，更近一份。我敏锐地发现，其他员工都在盯着我签字。这时微信发来一条消息，是财务跟我确认300万的工资账单已经做好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让你拨款的？员工纷纷投来惊喜的目光，窃窃私语。刘主管说你给他们项目拨款300万。刘东看到我非但不尴尬，反而像老板一样站起来，他走到我身边，用全场人都能听到的声音，程总这么大个公司，不会连这点小钱都拿不出来吧？我没理会，联系秘书，立马调取财务，批给技术部门员工的流水账单。多条我不知情的报销账单出现在我手机上。刘东，这是公司，不是你家，公司的钱不是为你的虚荣贪婪买单。没有我哪来的公司？拿你这张只会画饼的嘴吗？我加班到凌晨3点改代码，而你呢，在外面喝酒就好了。分工不同，当初不是你说你搞技术，我搞人际，这10年我有亏待过你？他盯着我几秒笑了，少废话，我们技术部的功劳就是比你大，离了我们你什么都不是。3天后定好的发布会，只有我了解具体机器数据，不给300万，我们就罢工离职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办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协议书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扔进碎纸机。我出不起1秒10万的价。好，等着瞧。刘东扔下这句话，摔门而去。出来后，刘东叫住了跟班王毅，晚上和隔壁公司约个饭。哥，你要跳槽啊？要滚，也是诚然滚。第2天，员工大会准时开展。角落里，技术部门的几个员工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，他们看我的眼神混合着怨恨和鄙夷。我扫了他们一眼，没有说话，直接开始布置工作。技术部门这个月的软件测试数据呢？他们不慌不忙把电脑扣上。哎呀，程总，数据不是那么好测试的。昨晚因为工资，老婆还和我大吵一架，哪有心情想数据？再说了，我们技术部不比市场部，程总你能看懂我们数据吗？就是。刘主管都没说什么，我没理会他们的抱怨，目光转向一个空座位。王毅，你们的主管呢？刘主管昨晚被气到了，哪有心情来开会？我打开手机给刘东拨去电话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接连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，底下传来员工嬉笑声。我抬起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，眼神扫过技术部门。会议结束后，我面色铁青，吩咐秘书去安全部把技术部门这几天工作监控发给我。不到一会儿，我的电脑里就传来了一份截图，里面记录的都是员工上班、购物、打游戏的画面。我拳头紧握，用力地关上电脑。下午我路过技术部，看到员工打游戏、煲电话粥，声音很大。工作时间，事儿都做完了吗？他们被我吓了一跳，但很快镇定下来。程总，下午网络不好，开不了系统，我们就是趁间隙放松一下。你们主管呢？哦，他去和甲方研究数据，等公司网络恢复就回来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刘东的跟班个个都是人精，说活滴水不漏。回到办公室，秘书把一个 U 盘插入我电脑，我点开，里面是刘东报销的发票和一段视频。程总，刘主管报销单上都是私人购物，而且他却经常无故旷工。今天的网络崩溃并非意外。我顺着他的鼠标盯着屏幕，视频里刘东趁午休拔了公司网线，手段真低级。还没有完。下午刘主管和合伙人在洗浴中心，刚好林总也在，他听到了一些不好的声音。我端着咖啡喝了一口，继续说。他咒骂您阿谀奉承，技术狗屁不通，造您黄谣，说你卖屁股陪客户睡觉。秘书把一段录音打开，正是刘东的声音。那段录音只有15秒，但每个字都像淬毒的针。我打开工作群，战刘东，我们公司在业内口碑极好，不要因为私人恩怨破坏公司形象，否则撤职处理。群里瞬间炸了锅，平时活跃的技术部门此时一句话没说。临睡前，刘东发了几组照片在群里。程总，
您这才是侮辱公司形象吧？照片很模糊，我喝醉敬酒和送客户回房间的样子被刻意拍得很暧昧。我保存下照片，给我的私人律师发了条消息，工作群都在刷屏。我摘所有人，正常商务应酬。照片拍摄者故意选取误导角度，已交给法务部处理。令：刘东今日下午无故离岗，经查未提交任何外出申请，本月绩效为0，年终奖降档。第3天，我是被秘书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的。程总，不好了，公司股票大跌，所有股民都在抛，现在牛市都在说我们公司要完了。联系财务部买股。挂了电话，我打开今日财经热搜第一是文讯公司老板拖欠工资300万，贬低技术员工，靠肉体上位，私生活混乱。记者在视频里把我塑造成一个黑心资本家压榨员工，靠身体上位的商业男妲己。我拒绝300万勒索。视频里只剩下我拒绝刘东，把协议书扔进碎纸机的视频。刘东因旷工外出，绩效为0，年终奖降级。截图里只有绩效为0，年终奖降级。最致命的是一张偷拍图，那是在送喝醉的老客户回酒店，我抬他到床上的时候不受力，我们压在了一起。照片拍得很模糊，女客户穿着深 V 衬衫，看起来就像我趴在她胸口，尤其是双方都喝多了，脸上红晕，十分暧昧。各大网站全都在转发这条视频，各大评论区都在对我进行讨伐。我拿起车钥匙准备回公司，秘书给我发来了一条直播链接，我点进去，里面都是我公司股东。网上一切只属于诚然个人行为，与公司无关，他已经被停职调查。秘书继续发消息，股东会已经全票通过，并且把您扫脸记录注销了，不让您进公司。我一拳打在墙上，咬牙道：现在批评我，完全不考虑我的名声。舆论在行业内发酵，我们最大的供应商，也就是照片里的女客户，直接撤资。程总，你们公司闹矛盾别连累我，这网上的照片再不撤下，我老公就要和我离婚了。他撤资后，甲方那边无法交付，这个项目我跟进了1年，价值数亿，如今不仅没有收益，还要赔巨额违约金。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，岳父岳母将律师函摔在我脸上，老泪纵横。我女儿死不瞑目，你对得起她吗？早知道你这样，就不会让她嫁给你，最后还难产死了。小雨是我的孙子，我会请最好的律师，谁都别想抢走。都怪你，现在全校同学都在嘲笑我。他们没有给我解释机会，开车离去。这时，角落里传来了鼓掌声，刘东大摇大摆地走出来。真是精彩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现在挽救也来得及。这样吧，你给我600万，还给我10%股份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帮你澄清一下，怎么样？毕竟这么多年了，我也不想看着公司垮掉。我没再理他，立马招呼保安驱逐他。你还真是不知好歹。回到家，我打开电脑调取门口的监控画面，把它们拷贝到 U 盘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我查到近期刘东父母名下有一栋豪宅，售楼部那我已经拿到了他们的合同。电脑里传来那份合同，付款人是刘东。我看着屏幕笑了。发布会前一晚，刘东又在群里造我的谣言，我打字反驳，却被禁言24小时。管理员是刘东，我索性退出群聊，把手机扔到一边。凌晨3点，手机铃声响起，屏幕显示是我秘书。程总，刘东他们又在群里发难了，如果您不公开道歉，不下跪赔偿，明天发布会集体罢工。秘书咬牙切齿道：程总，现在怎么办？发布会要推迟吗？我揉了揉眉心，语气平静。发布会照旧，可是技术环节照旧。我打断他，挂断电话，手机屏幕还亮着。秘书发来工作群截图，最后一条格外刺眼。程总，我们等你到天亮，要公司还是要脸面，自己选。发布会现场，我站在台上介绍公司新一代智能穿戴设备。程总，您连代码都看不懂，在这里谈什么技术？台下响起细读议论。我们的老总外行指导内行，不断压缩技术部门资源，还剽窃我们的创意，去讨好投资方。刘主管，这些话我们可以私下说。私下，我偏要当众说。他猛地凑近，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。你一个学管理的，懂什么是算法，懂什么是底层架构？我从口袋掏出手帕，擦了擦脸。这个小动作被台下镜头捕捉，记者们纷纷将特写对准我尴尬的表情。公司同事不自觉地后退几步。怎么样，你下属都不站你这边，现在求我还来得及。他环视会场，否则今天的发布会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投资商代表交头接耳，有人已经收起资料，准备离席。不可能！好得很。刘东怒极反笑，接过跟班的咖啡，佯装不小心泼向我面前的笔记本电脑，深色液体瞬间浸透键盘，屏幕闪烁几下，熄灭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反正也是一堆垃圾，不差这点咖啡渍。我慌忙抽出纸巾擦拭，金边眼镜滑落在地，他毫不犹豫地一脚踩上，咔嚓一声脆响，他挪开脚，镜片已碎成蛛网。台下传来几声压抑的嗤笑。我蹲下身，手指刚触到镜框，他的皮鞋又不小心踩了上来，钻心的疼痛从手背传来，我咬牙没出声，额头
头渗出细密汗珠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休息室等你，10分钟，过时不候。说罢，他挥手示意技术团队离场。休息室内，刘东翘着二郎腿，志得意满地刷着手机。刘主管，程总真会来求我们吗？我们会不会做过头了？怕什么？公司离了我们根本转不动，他现在肯定在到处打电话求爷爷告奶奶，等会儿就得哭着来敲门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门外始终安静。刘主管，情况不对啊！我刚才偷偷去看了一眼。发布会好像还在继续，怎么可能？没有技术演示，他拿什么继续？他打开电视直播，画面中我站在台上，感谢各位的耐心等待。正如大家所见，我们遇到了一些内部问题，但科技的美丽在于它永远向前，不为任何人停留。我顿了顿，目光直视镜头，仿佛能穿透屏幕，看到休息室里的众人。接下来，请允许我介绍公司真正的新生力量，我的新团队。20位德国工程师径直走到台前，他们利落地展开设备，接驳线路。原本代表我们团队的绿色标志被20个 HH 字符取代，大荧幕上立马显示出所有算法。休息室炸开了锅。新生力量是从哪儿调来的新团队？看，他们的任务编码是 HH 华航。我操！华航不会是那个全国最大运算软件公司的华航吧？华航不是从来不做商业会展吗？其他员工也附和，需要他们出面，至少是1000万亿起步。程总哪来的关系？刘东额头青筋突起，一拳打在桌子上。王毅眼神流转，偷偷拿起手机。演示完美结束，台下掌声如潮水般响起。我走上台，接过麦克风。大家好，我环视四周，很抱歉，刚才技术展示出了一些意外，但请你们相信，文讯公司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保出色的完成工作。台下一位秃头男记者快速举手，不等主持人提问，一把抢过麦克风。程总，今日为何不让老员工上场？难道你不仅仅压榨他们工资，还把他们辞退掩人耳目吗？问题尖锐，台下记者纷纷附和。我清了清嗓子，眼神示意秘书，他立马走到电脑前，插入一个 U 盘。这几天我深陷网上舆论风波。台下记者窃窃私语，我的视频被恶意截取散布网络，我的照片也被刻意加工，行业内谣言四起。休息室里，刘东他们脸色变了，有人威胁我说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今天的发布会一定完蛋。如各位所见，发布会不仅圆满结束，而且展示了最完美的演示。我微微侧身，让大屏幕完全呈现在众人眼前，确保每一个镜头都能拍到。我按下控制笔，刘东，技术部主管。刘东的身体晃了一下，发薪日因为银行工资晚发30秒，向我索赔300万。视频里刘东在办公室索赔的画面从头开始播放，不堪入目的话响遍会场。台下记者哗然，特写镜头不绝。他在工作时间外出逍遥，虚报招待费30万，报销假发票5年累计50万。你别血口喷人！刘东不知何时冲出休息室，他一把夺过身旁记者的麦克风。大家看，他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仅压榨老员工，还反咬一口污蔑我！我要报警！台下记者一片混乱，我笑了笑，血口喷人。刘主管，这几天我每天都在收集你的证据。我按下控制笔，切换下一张图片，银行流水、审批记录、发票原件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他的脸色彻底变白，脖子青筋突起，正欲申辩，又咽了回去。我没有停，继续切换下一张图片。刘东收受贿赂，泄露公司机密，违反保密义务，侵犯商业秘密罪。图片里是他全款拿下的那栋豪宅合同，以及他父母名下大额账单收益。转账人是对家公司。你不是说要报警吗？他的脸抽搐了一下，又尖叫起来。你放屁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他疯狂地想冲到台前，却被保安一把拉住，直接拖出会场。刘东被驱赶，技术部乱成一锅粥。我清了清嗓子，今天的一切，我已经委托私人律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。除了刘东主管外，其他每一个员工无故罢工，已经违背了劳动法。法院的传票最迟明天就会送到你们手上。王毅和部门员工彻底慌了，一个黄色头发、画着长长眼线的女员工立马哭了出来，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我：程总，我们错了，都是主管害我们，这一切都是他逼我们的，我们是受害者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求程总给我一次机会。记者立马上前举起摄影机。受害者？昨天你们也说是受害者，狮子大张口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有今天？一个记者啐了一口唾沫。你们就是行业内的败类，亏我之前还同情你们打工人不容易，没想到你们这么恶毒。他们被记者围成一圈，镜头特写他们惊恐的脸。王毅看到我要走，立马推开人群，冲到我身边。我有刘东让我偷拍你的照片，还有他教唆我们网暴你的聊天记录。我接过王毅手机，里面都是偷拍我的不雅照。话音刚落，记者立马围到我身边，想拍手机里的内容。我扣上手机，交给秘书。我也有。刘东还教我们怎么吃回扣赚外快。程总，我也有，他教我们怎么装可怜骗赔偿。他还让我买黑粉，让你上热搜，我的记录也有。一时间，所有员工都在倒戈举报刘东，纷纷撇清与刘东的关系。我冷眼看着他们，我这个人也不是是非不分的人。你们今晚把刘东的所作所为写一份口供，
给我做证据，我可以免除你们的法律责任。我丢下这句话离开会场。第二天，技术部门来到公司，却打不开电脑。王毅和员工们连说好几遍密码错误，暴躁的在工作群穿人事。为什么电脑打不开？密码什么时候换了也不告诉我们？技术部门解散，电脑已经被收回。没等反应过来，他们每个人的手机再一次响起。离职合同已经发送，逐条发送至邮箱，于下班前来人事部办理好离职手续。王毅啪的一声扣上手机，对着刘东的椅子踹了一脚。部门员工乱成一锅粥。当天下午，人事把技术部员工的考勤和工资表发到我手机审批，我回复所有员工考勤不合格，按旷工处理，没有赔偿金。人事把他们踢出工作群，解除我禁言。下班回家，技术部员工堵在停车场拦住我的车。程总，求求你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他们扒我车窗玻璃，跪在地上求我。我们知道错了，求程总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我冷眼看着他们，机会我以前给过，但是现在不想给了。我踩下油门，汽车轰鸣声巨响，他们被吓得后退，身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我没有回头。回到家，我给岳父岳母打去电话，爸妈，我已经处理好公司的事了，之前网上的都是假的。今天是小雨生日，能接他过来吃个蛋糕吗？爸妈在电话那头愣了几秒。今天放学，你不是派人接孩子走了吗？没有，谁接走的？我僵在原地，手脚冰凉。这时，手机突然传来了一条消息，我点开，是刘东。要想见到孩子，给我1000万现金，并且签和解协议，送我出国。下一秒就传来了一张照片，我脸色发白，放大图片确认就是小雨。电话那头爸妈焦急的声音传来：爸妈，我找到孩子了。我开车来到岳父岳母家，他们听完我的话，双腿立马发软，倒在我怀里。都怪我，我恨自己，今天怎么就没仔细点给你打个电话？怎么就相信了他的话？小雨也不会被绑架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小雨救出来。你怎么救？公司刚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事，你手上哪还有钱？小程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是我错怪你了，你别记恨我。他双眼噙满泪水，我哽咽道：爸，这都是你俩的养老金，我不能要。他们强行把卡塞我手里。这是给小雨的救命钱，小雨不在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劲？就在这时，秘书赶来。程总，王毅说他知道孩子的下落。我接过电话，刘东之前跟我提过一嘴，他喜欢钓鱼，之前有客户送了他一个水库，他肯定躲在那儿。王毅，这次救出小雨算你有功。第二天一早，王毅带着警察和我来到水库，我一脚踹开门，睡梦中的刘东被蜂拥而至的警察团团围住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凭你绑架我孩子！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？他惊恐地尖叫起来，却被警察戴上手铐拖进警车。我发疯一样搜寻，终于在沙发上找到了小雨。爸爸，刘叔叔说带我玩大鱼吃小鱼游戏，现在开始了吗？还没开始，等你回家了，我们全家一起玩。好。秘书接过孩子，送回岳父岳母家。之前发布会你说有证据给我，什么证据？这里面都是刘东勾结对家公司的证据。刘东不是窃取我们的技术数据，而是在我们项目完成上市的那一天，提前透露给他们。难怪每次对家公司都能抢占先机。不仅如此，报价还比我们低。这一次发布会的穿戴技术也被泄露出去了。核心穿戴技术捐赠给中科院，我们不卖了。再次见到刘东是在法院庭审当天，他穿着囚服被法警压着送到被告席，眼神里满是怨毒。无数台摄影机在台下记录，我知道这场直播会传遍每一个平台。辩护环节，王毅作为我的证人出庭，刘东看到他上台，立马咆哮着朝他扑来，嘴里全是不堪入目的谩骂。法警将他制服在被告席上。他不能做证人，他是我的跟班，肯定都是污蔑我的。他愤怒地拍打桌面，手铐碰撞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我的私人律师开始辩护，他按下录音笔，刘东勾结对家公司收贿赂的声音传遍整个法庭。还没有播完，现在智能时代，录音都可以 AI， 我方不承认。刘东得意地扬起头，那他亲生父母作证呢？刘东父母颤颤巍巍地走上证人席，刘东震惊不已。爸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两位老人气愤地瞪了他一眼，又立刻低下头。法官，我们愿意作证，是我们没教育好孩子。他骗我们说豪宅是公司发的福利，叫我们安心住，还说要把积蓄存我俩银行卡里养老。可后来进账的钱越来越多，多到我心慌。老太太老泪纵横，拍着心口说：我们辛苦了一辈子，挣的钱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临老了却花上了脏钱。东儿，你太让我们心寒了。不仅如此，我的律师上交了5份厚厚的文件袋。第一份里面记录了所有部门员工举报刘东的证据，第二份是他偷拍我换衣服洗澡的裸照，进行恶意 P 图引导网暴的底片，第3份是他在公司所有的发票账单、旷工考勤记录，第4份是他收受贿赂的银行流水和父母的银行流水，第5份是他绑架我孩子要赎金的聊天记录。法官手中的法锤重重敲下，发出判决：
刘东瞬间痛哭，他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为了立功减刑，他开始疯狂供出行贿人名单。他不仅仅交代了收取对家公司贿赂、用父母洗钱的全过程，还说出对家公司在各大公司安插间谍、进行商业潜伏的内幕。法庭上，所有人感到震惊不已，记者纷纷开始手写笔记，生怕这么大的独家新闻被封锁。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，一时间各大公司都人心惶惶。他一口气说出了几十个公司的名单，每说一个，台下的观众就惊呼一声，名单里都是行业内顶尖的公司。被点名的公司立马开始整顿员工，开始背调；没被点名的公司也长舒一口气。王毅虽然也参与了，但是刘东没有分给他1分钱，情节较轻，加上立功，免于刑事责任。我与他签了谅解书，不再追究他的责任。法庭上，法官宣读判决结果：刘东因敲诈勒索罪、商业秘密罪、绑架罪、诽谤罪，数罪并罚，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10年，没收全部财产。宣判结果出来的那一刻，他抱着爸妈痛哭，他在法庭上哭得声嘶力竭，最终被法警脱离现场。庭审结束后，我回到公司，秘书给我电脑发送了一个报表，我点开是对家公司的市场部数据。我看着电脑笑了，对家公司先一步低价售卖同款穿戴设备，却没想到我已经将技术设备全部捐赠，所有人都能免费应用，可想而知对家公司的收益有多惨淡。我随即给秘书打去电话，联系一下猎头公司，有哪个公司愿意收购合并。秘书沉默了一会儿说，公司现在步入正轨，怎么？我打断他的话，联系股东，召开股东会。等我路过休息室的时候，之前取消供应的女客户出现在我面前，她立马叫住我。哎呀，程总，都怪我当初太冲动了，这次我是专门来当面道歉的。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合同书，递到我面前，我接过翻开，里面是重新续约的合同。我愿意和贵公司签长期合同，这次是上亿项目，不要让以前的事影响我们的合作，好吗？我看着他虚伪的笑脸，大方的回应道：当然，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。他哈哈大笑，我们握手言和。这时秘书也赶来，程总，股东已经到会议室了。我收起合同，转头对女客户说，等会儿我会签好字，把合同发你邮箱。好好好，不急，程总先去开会吧。我快步走向会议室，推开门，气氛是难得的压抑沉默。股东窃窃私语，见到我立马咳嗽一声，眼神躲闪。股东王叔立马走到我面前，笑着对我说道，这次公司转危为机，多亏了你带来的新团队。另一个股东也走过来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程总，这次发布会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完美的演示。陆陆续续有几个股东也站